前阵子你有看金马奖吗？今年的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2项大奖都被中国导演娄烨的作品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拿下。但你知道吗？这部电影不仅不能够在中国上映甚至在中国网络上面的讨论也全部都被封锁。这部中国禁片究竟在讲什么？导演娄烨为什么被称为是中国最敢拍的导演？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导演娄烨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以中国疫情封城为背景的电影，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在台湾上映了。那因为这部电影呢，之前在金马奖上面获得了最佳剧情片跟最佳导演2项大奖，而这一次的上映也吸引到了不少台湾观众的关注。但这部电影在中国却被完全的封杀，不仅不能够在电影院上映，连社群媒体上面的相关讨论也都被封锁。而且其实这部电影的导演娄烨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了。他先前的作品《颐和园》苏州河等等，也都曾经在中国遭到禁止放映，甚至他本人呢也一度被官方命令禁止拍片。但娄烨不仅没有因此作罢，反而呢拍了更多揭露中国政治社会议题的作品，甚至还多次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中国的审查制度。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在讲些什么？为什么在中国被禁？导演娄烨为什么被称为是中国最敢拍的导演？面对屡次被禁他又是怎么样应对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有时觉得生活卡关，工作不顺心，想为心灵寻找平静的力量吗？那今天要介绍的云之国神力本和光彩神佛卡可能可以给你一些帮助哦。这个套组呢是仙姑行不行团队推出的首先，光彩神佛卡是由仙姑 Alice 精选出了26尊神佛卡牌，可以随身携带或放在家里，方便你随时祈愿。再来是云之国神力本以周历的形式呈现，每周介绍一位神佛和相关资讯，而且还有2025乙巳年的注意日程，是坊间农民历没有的资讯哦。最后套组附赠香品相座、问世筊杯等等的配件，都是 Alice 亲自挑选的，让你在有需要的时候更容易感受到神佛带来的心灵支持和力量。现在上嘖享早鸟优惠，结账输入小77再折100元，马上点击资讯的连结，把握优惠吧。一部未完成的电影用伪纪录片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电影拍摄团队在 COVID-19 疫情爆发初期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呢，设定在2020年初，一群剧组成员重聚在中国武汉附近，准备继续拍摄一部10年前未完成的电影。不过，随着疫情的爆发他们被迫面对封城还有隔离的困境。比如里面提到，电影当中的导演角色小瑞跟他的团队，因为疫情被困在饭店，与外界呢仅能够透过手机联系。而主角江澄呢，原本急着回家与家人团聚，但却因为疫情而滞留武汉。这种隔离状态呢，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生活还有创作的意义。这部电影当中使用了许多的真实素材，比方说故事当中那部未完成的电影素材，用的就是10几年前娄烨导的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未公开片段。电影找的几位演员呢，也是之前拍这个春风的几位演员。那再加上金马获奖时呢，电影制片马英丽说，这个影片呢不是从头到尾计划好的，是这几年不断产生的。因此，许多人猜测电影的灵感呢，可能是来自于导演疫情时的部分真实经历还有感悟。另外呢，这部电影当中也穿插了大量现实当中的疫情防控片段，包含了吹哨人李文亮的事件武汉封城情况，以及反封城社会运动等等。许多人猜测可能正是因为这些议题呢，在中国都是敏感的政治还有社会议题，再加上影片呢流露出了批判中国防疫政策的意味，导致这部电影呢在中国被全面封杀，甚至导演娄烨也可能面临被禁牌的风险。那说到娄烨台湾观众认识他的人可能相对比较少，但在中国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导演。娄烨在1965年出生在上海，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是中国著名的独立电影导演，也被称为是中国第6代导演的领军人物。2000年时呢，他凭借着中国都市爱情题材的《苏州河》在鹿特丹影展上面获得了金虎奖，并因此出名。之后呢，又创作出了《颐和园》春风沉醉的夜晚、推拿、风中有多雨做的云等等的多部代表作。这些电影都曾经入围过像是坎城威尼斯影展等多个国际奖项。推拿呢也曾经夺得2014年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这些都让娄烨呢在国际上面有着不小的声誉。而娄烨的电影也有着明显的个人风格，比如呢，他喜欢用手持镜头、长镜头、自然光营造出现场感，还有真实情感的流露。他也喜欢呢用碎片化的叙事方式表现出虚幻与现实并存的氛围。在角色塑造上面呢，他的作品的主角常常是来自社会边缘的群体，像是性少数群体都市边缘人等等。从这些小人物的视角呢，展现出社会问题对于这些人物带来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人性交织。
那除了风格鲜明娄烨的电影呢，也常常涉及到中国的政治跟社会议题，他也因此被称为是中国最敢拍的导演。比如呢，他2006年拍的《颐和园》呢，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呢，在1987到2003年之间的这个情感纠葛，其中里面就涉及到了1989年的6·4天安门事件。这部片呢，深刻展现了年轻人们在政治风暴下的生活跟心理变化，以及6·4是如何让他们的理想破灭，并且对于社会运动感到疏离。2009年上映的《春风沉醉的夜晚》呢，内容涉及的是同性恋题材。娄烨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探讨了同性恋者在中国社会当中的处境，让大众看到他们因为性取向倍感压力，甚至遭到歧视的遭遇。2018年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则是围绕在中国城中村拆迁事件。电影当中不只记录出了暴力拆迁对于民众带来的冲击，也拍下了拆迁过程当中地方政府跟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利益的状况。那除了拆迁，也有许多的影评分析说，电影透过不同角色的命运，展现出了中国贫富差距以及社会阶层分化。在快速的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底层居民常常被忽视和剥夺权利。那这一次最新的一部未完成电影呢，导演也再次将中国的社会议题融入故事当中，揭露了这个中国疫情防控与封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变。那也因为这个娄烨拍的题材涉及到许多中国政治还有社会上面的经济议题，他的影片很多不能够在中国上映，甚至他本人呢也一度被官方禁止拍摄。比如他的成名作《苏州河》虽然这部电影的题材本身并没有涉及到太多的政治因素，但因为这部电影没有经过中国官方审查，就自行参加国外的影展，因此呢，中国政府禁止该电影在中国上映，并且惩罚娄烨2年不能够拍片。6年之后，导演的下一部作品《颐和园》呢，又因为涉及到6·4事件，而且呢，该电影再次未经中国官方审查就参加坎城影展，娄烨再度的被中国禁拍5年。那除了这些电影在中国被完全封杀，娄烨成功的在中国上映的电影，往往呢也经过严格的审查修改。比如2016年在中国上映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上映前呢，历经了长达2年的审查。据说影片当中呢有不少内容经过了中国官方的大力删改。面对这些禁上映还有禁拍的惩罚，娄烨本人却没有就此放弃。他不仅呢在被禁拍的时候，仍偷偷的转往地下拍摄，还多次在接受中国以外的媒体采访时，表达对于中国审查制度的不满，抗议审查影响了导演的创作自由。甚至呢，他也分享说，在拍摄《浮城谜事》的时候，电影遭到中国官方的大量删改，电影改到已经不是他想要表达的内容，他因此呢放弃了电影当中的导演署名，以此方式无声抗议中国的审查制度。那究竟为什么娄烨能够这么的勇敢呢？即使呢一直被禁，也能够一直陆陆续续的拍出新的电影。有媒体分析说，娄烨有底气对抗这个中国审查制度，持续拍摄牵涉中国社会议题的电影，很可能与他主打国际市场有关。娄烨的电影呢，在国际上面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也有不少的海外观众跟粉丝。他的多部作品如《推拿》还有《春风沉醉的夜晚》，都在欧洲影展上面获得展示的机会，这使得他呢能够持续创作，而不受到中国市场束缚。另外，也有媒体发现，就是最近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等娄烨电影的投资发行商不局限于中国国内的厂商，而是包含来自法国等多国背景的投资。这可能呢让这部电影是不是中国电影的定义变得模糊，从而能够一定程度上面规避中国参加海外影展需先报备的规定。那话说回来对于这么一个屡禁屡战、不断拍摄新的社会议题的导演，中国观众又是怎么样看他的呢？中国观众对于娄烨的看法呢，还蛮两极分化的。不喜欢他电影的人觉得他碎片化叙事、晃动的镜头让剧情变得难以理解。影片当中这个情感表达呢，也显得无病呻吟、矫揉造作。那除了不喜欢这样子的表现方式还有些人觉得娄烨的电影是在刻意的黑中国、迎合欧美，是崇洋媚外的导演。比如这次一部未完成电影呢，就有一些人评价说，这部电影呢是在刻意的抹黑中国的防疫政策。但也有另外一些中国观众非常的敬佩娄烨的敢拍，觉得他的电影揭露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电影当中角色呢对于政治还有社会事件的反应跟困境，也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一些观众还说要特地去海外看这些被中国禁掉的娄烨电影，而另外一些已经生活在国外的华人呢，也特地去看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海外首映，用行动支持娄烨的电影。这次我们在了解娄烨和他拍的电影时呢，也看到不少人评价说，娄烨电影对于中国官方的批评仍不太够，他在电影当中对于社会议题的表现都相对的隐晦，主要着重在人物面对这些事件时的情感表露，而非直接批判政府社会制度，而且隐晦的表现手法也常常让影片变得太文艺跟难懂。
但我们大致上面呢还蛮佩服娄烨的因为要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面持续的拍这种揭露社会议题的电影，其实很不容易。导演需要面对严格的官方审查、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甚至可能还会有人身安全的威胁。而且我们觉得，在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呢，隐晦的表达可能是不得不采用的应对方式。一方面，这可能能让影片一定程度上面还是能够通过审查，在中国上映，让大家看到导演自己呢也不至于处于太危险的境地。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娄烨着重人物情感的表达方式也蛮特别的，从平常小人物的视角去看这些政治事件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跟困境，可能呢会让一些对于讨论政治比较反感的人，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接触，反思到体制跟大众之间的关系。另外，不说表现方式怎么样在中国这样子高压的政治环境之下呢，光是记录本身可能也有着不小的意义。娄烨导演呢，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拍这些电影是因为要拍下来，不然会忘记。有人会记录下来，也能够让大家呢不会轻易的忘记这些社会事件，以及他们给一些人带来的伤痛。这可能也是导演一直被禁，也要一直拍的原因吧。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有看过娄烨的电影吗？你觉得他的电影怎么样呢？看过几部，觉得他敢揭露中国社会问题很有意义。并没有不太想要看文艺片，观影的这门槛太高了，自己没有怎么看过，但有兴趣了解看看。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最敢拍的导演。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上海封城乱象以及中国白纸反封城运动。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